今天呢是英国放假2天，我们到这个春散这个嘎子，这地方是一个它的花园。好了，一进门呢要上一个桥，这边是一条小河，静静的流水，前面就可以看到花园了。前面是一个大湖，一进来向右边呢，这边已经有花圃了，很多不同颜色的花，有高低错落，配上蓝天白云，非常漂亮。边上的小路是白色的小路，看起来不错。这里有一只小兔子，看着挺漂亮的。在这个草坪的中间呢，有一个艺术品。咱们走近了来看看这个艺术品。前面好像是一个蒲公英的花，上面有3个小孩，是 fairy， 等于是天使在那里玩。下边大家可以看，下边的人坐在那里吃野餐。看起来非常漂亮，咱们走一走看一看。这个设计的非常有特色。这是我比较喜欢的这个花，前几天我也做过视频给大家看过，非常漂亮。这种花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像狗尾巴草似的，但是颜色非常好看。特别是今天啊，天气特别好，蓝天白云，一片祥和的气氛。这一周呢，说周4、周5我们放了2天，全国放假2天，加上周6和周日有4天长假。大家可以看，经常是1家3代甚至4代人一起到公园来游玩、野餐，到处充满着祥和的气氛，甚至残疾人也带到这里来晒太阳。很多家庭呢也带着他们的宠物来这里遛狗。这地方大家可以看，这个湖边呢有一个小的艺术品，是一个小青蛙。活灵活现的，非常有意思。这边有一个雕塑是非常非常残酷的，是我目前为止看到最残酷的一个雕塑之一。大家看这个男的呢，非常强壮的男的，左手提着了一个人头，右手拿把刀，下边呢踩在这个人的身上，好像是下面这个人是个女的，因为你看到这个情况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一个雕像。再从这个左侧来看啊，这是一个男的手里提这个女的的人头，下边踩在这个人的身上，右手持刀，非常残忍。再从这边看一看这个雕塑，实际上是战争与和平的象征。这是湖边的另外一个雕像，也是用铁丝做的，但是艺术感还是十足。上面一个女的穿着金色的甲，雄伟的站在这里，后边带有翅膀，好像是一个 angel 天使吧。这是到了花园的第2层观景台，大家可以看这边呢，左边的湖面非常
祥和，上面有人划船。然后这边呢，豁然开朗，园林的设计非常漂亮。右边的白色小路，大家看最靠右边有很多紫藤，这个紫藤现在的颜色不太紫，但是呢，可以看得出它的规模还是蛮大的。头上的蓝天白云，路上的行人行走。这地方的紫色的花也是蛮漂亮的。但是这个花园呢，确确实实你可以看出来的精心打理，需要人工，所以说我感觉到这个呢还是值得的。因为在英国的很多花园呢，就是没有雕石，没有人管理，那种花园呢甚至是不要收费的，或者收费很低。但这个花园呢是物有所值。这是这个花园侧面的正中间，这地方有一个喷泉。从这个小路的布局可以看的时候，这两侧是对称的。这是紫色的绣球花，也是挺漂亮的。我是比较喜欢看雕像，大家看这地方也有一个雕像，一个小朋友手里拿着一个蒲公英的球，蒲公英被这吹掉了一半。这边要换岗了，这是非常典型的英国的保卫。今天我们运气不错，正好赶上卫兵换岗。这地方的紫藤也非常漂亮，现在已经盛开了。咱们现在到湖的右侧，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草坪，很多人呢都在这里野餐，上面也搭了很多帐篷。待会咱们看看那边都有什么东西。这个湖的角上呢，很难得的有这么多荷叶。大家可以看，远处有一栋房子，还有一个钟楼，下边的园林布局非常好。这条路的尽头呢，大家可以看，也是有一个建筑，很像咱们国内的牌坊。这地方很多人在这里散步，非常悠闲。这和现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相比起来，是一个鲜明的对照。乌克兰人民哪有这种功夫，哪有这种闲情逸致，在
公园里散步啊。看这个地方也有一些艺术品。这个搭建的非常简单吧，但是还是很有特色，特别是在这种蓝天白云的衬托下，为这个公园增加了几番古朴。那大家从这地方仍然可以回头看这个公园的中心地带，右边的湖水。我们顺着这个小路继续向前走，大家可以看右边呢有一个非常现代的建筑。刚刚我们从这条路走过来，大家可以看左侧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建筑，边上呢坐了很多人在这里吃饭。向前面走呢有一片空地，因为这片空地是一个坡，所以说他们在这地方在靠近湖边搭了一个非常大的台子。搭台子干什么的？搭台子唱戏，对吧？这个边上呢有卖吃的，这地方有卖披萨的，还有这边的烧烤店。大家看正靠下边呢就是那个舞台，明天下午和后天下午这地方将有音乐会。大家可以看这个水面上有一个4人双桨的划艇，舞台前面的草地。所以说举办音乐会呢就有很多消费。在这片草地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木土雕刻的羊，2头。那边那位女士坐在另外一头羊上。另外一个公园呢人气比较旺，还有很多设施，大家可以看这边呢，小朋友也可以在这里游玩。不错，有这种设施呢，就给这个家庭的活动增添了一些乐趣和气氛。这地方呢是一个日本花园，里边非常精致，外边呢全是小孩游乐的地方。所以说家庭呢带着孩子来这里玩，还是很多可以玩的东西，有小孩玩的，也有大小孩玩的。看看孩子们多高兴吧。这条湖边的小路是供人们来行走的，沿着湖边，沿着草地，白色的小路，绿色的草坪，蓝天白云。走在这上面呢，你感觉到一种回归大自然的一种感觉。我们现在到了湖的右侧，这沿着湖边的小路，我们从这边走过来。现在呢，再沿着这条小路继续向前走。看，现在我走在石子路上，这地方呢有木头的，然后下边是这种木屑。前面呢，你可以在上面走。这边走到头上以后呢，这地方有很多石头路，然后沿着左边这条路再走回去。好了，现在咱到达湖的侧面，然后回头再看看刚才这个音乐会的场所。其实后边这几个帐篷呢，它并不是为了卖东西，它是供人出租的。也就是如果一个家庭来到这里，你后边可以租一个帐篷，然后里边有桌子，你可以把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放在上边，一家人在这里尽情的享受湖光山色，花园美景。另外呢，在音乐会的时候，你可以坐在一个小包厢里欣赏音乐会。因为这正好是居高临下，所以说大家可以席地而坐，仍然不会挡住后边的观众。音乐会的会场呢就在湖边，真的很美。前边有一个小树林，大家可以看这个牌子，它叫 Boxwood。这边有几棵树，树的花呢是浅绿色的，所以说在这个绿色背景下你看不出来是花，但是实际上这是花。大家看这个花呢，近看还是非常有特色的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花。
浅绿色的花。这边上有一个大菠萝，这个大菠萝还蛮大的，看前面的人那么小，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下。这地方有很多小白花、小紫花。这地方是3个大蘑菇。最大的这个蘑菇的蘑菇顶已经掉了一点。这地方有几个根雕艺术，这个比较大。哇，这边还有很多的。看这个根雕呢，很像是鹿角，都是都老的树根雕成的。每一个形态都不一样。这是个铜铸的小鹿啊，这地方藏了一个雕塑，这是个什么甲壳虫似的。这一棵大树死了以后，它把它上面雕刻的。这大树非常大，在这里边也有几个木雕。不像是甲壳虫的性质，是不是一个甲壳虫？很大了。这边还有一块，这都是这个木头倒在地上以后，这个艺术家过来，在这上面把它雕刻成型。啊，这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木头，这上面雕了一个小蜘蛛还是什么东西。这地方又一个别有洞天。有个小河流水，这地方搭了小桥，你可以走到湖边去。这上面树上呢掉了很多，这用藤条编的这个东西。哎，大家看，从这边看呢就能看清楚一点。上面有个洞，是一个藤条编的，很大啊。这上面有好几个洞，哎，最这边这个能看到，人可以坐进去。这地方掉了几个，这又是一个景点。这边的溪水清澈见底，前面2个小鸭子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瀑布，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。这儿呢有可以买东西吃的地方，有厕所可以休息。啊，从这边可以看到湖的最头端。前面湖上好像还有线，这样可以供比赛的人用。这是他这个划船俱乐部的基地。哦，这个船好长啊！从湖里边你看没多长，但实际上是非常长的。我们在校正这个船的。这是一个4人双桨，刚刚坐进去，正在准备。看他先把他的桨给它固定好，然后他们好像脚还要蹬在下边，要穿上那里边的那个鞋子，这样才能用上力。好，准备好了，他们要开始走了。推了一下以后呢，避开这个岸边。好，现在他们已经到湖中心了，现在开始准备。好像是准备好了。好，开始。这个地方是动物园的入口，这地方要另外买票才可以进。还有小朋友可以带去看动物。我特别喜欢这个紫色的绣球花，很漂亮。
这个紫花真的很漂亮。蜜蜂在上面采蜜。You are. Really brown. 很多这样的紫花。这走到上面呢，到湖的这一边，大家可以看这边呢有一块非常漂亮的草地，有很多这个设施，大家可以坐在这边欣赏湖边的美景。我们沿着这个湖边走啊，大家可以看这边的绿化也比较好。在这绿草丛中隐藏着这么多紫色的绣球花，风景非常好。哦，这湖边草地上的小白花、黄花，看到对面的湖水里的树的倒影。这边有3个鸭子。这路边有一棵大树死了以后，艺术家过来在这上面雕刻了一个是鸭子还是老鹰。右边又出现了这种非常质朴的一些艺术品，一个是含苞待放，一个是已经鲜花盛开了。这花园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雄伟的建筑，看来现在是年久失修了，我们现在不能进去看啊，可以看出昔日的辉煌。漂亮的紫色的花，今天风比较大，前面有个小的喷水池。这些小红色的菊花，所以说这个花园的花的品种还是很多的。这个地方很有特色啊，这个地方的饭店。这有几个饭店呢，里边设施非常齐全。如果你点了餐以后，你可以在这里边吃饭。上面还有灯光，下面有桌子，里边设施比较好。哟，里边还有戴森的这个电风扇的。这有好几个，1、2、3、4，总共有5个。这是它的特色。这叫 Pause Picnic， 在这里点餐，然后在这里边吃。哦哟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罕见的花，这个是真花，但是大家看很像是铁片做的，这个颜色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花。非常奇特。哇！这个花像绸缎做的似的，很像是绸子缎子做的。眼看像假花一样，但实际上是真花。非常大，很漂亮。这个花真的。现在正在绽放，真的很漂亮。这一团全是深蓝紫色的花，在后边这个花，过几天也是要开的，一串一串的。那边有开的是红黄花，很漂亮。